上下楼梯卡头无痛，不要一直吃止痛药了，赶快来找医师做评估，避免膝盖提早退化。今天假如上下楼梯膝盖会感到疼痛，或者说健身完后蹲下站起来会觉得不舒服的话，今天假如你的年龄小于50岁或是60岁，你可能就不是退化性关节炎，很有可能你就是一个髌骨股骨疼痛症候群。髌骨股骨疼痛症候群呢，就是所谓的卡头乌体啊。那今天假如你的疼痛不是来自膝盖的内部，而是来自膝盖的前侧，那你很有可能就是髌骨股骨疼痛症候群。那髌骨股骨疼痛症候群呢，我们简称叫做 PFPS。那这样子的症候群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来自髌骨外翻。那髌骨外翻很常见的原因是内侧跟外侧的肌力不平衡，造成外侧的髂胫束太紧绷，内侧的股内侧肌太无力，所以把我们的髌骨往外拉了。那我们的髌骨呢，跟我们的大腿之间有一个轨道。今天假如这个轨道出现了向外拉，那我们在滑动的过程中就有可能会产生脱轨或是跟轨道摩擦的症状，那这样子就会产生疼痛。当我们讨论到治疗的状况的话，我们会讨论到治标与治本。治标的话，我们主要是改善髌骨股骨疼痛症候群在比较严重的状况下产生了所谓的髌骨软化症。所谓的髌骨软化症，就是髌骨与股骨之间的软骨出现了破裂与碎裂的状况，那这样子会产生很严重的疼痛。如何去改善这样子的退化呢？我们可以考虑使用 PRP 或是 PLT 去促进软骨的再生，降低发炎反应，跟让局部的稳定度增强。那当我们讨论到治本的状况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去改善病人所谓的髌骨外翻的严重程度。那讨论到第一个，把过度强的肌肉去做放松，尤其是要把大腿外侧的肌肉、髂胫束、霍筋膜张肌以及小腿外侧的肌肉、小腿后侧的腓肠肌去做放松。所以时常的去做拉筋，运动完后适当的用筋膜枪放松，都对于病人而言会有显著的帮助。同时，另一个角度就是我们要把内侧的肌肉去练起来，尤其是病人要去把股内侧肌与股四头肌去做强化，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PLT 呢，你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新技术的 PRP。所谓的 PRP 是血小板浓厚液，那这样子血小板浓厚液具有非常显著的增生效果。一般而言，我们在进行 PRP 的注射时，会抽10到15cc 的血，当场离心完之后注射回去。所以其实医师本身不太知道里面的生长因子的状况。新技术的 PLT， 它可以在进行分离的过程当中去做定量，而且分离出来的 PLT 冻晶可以储放3年。这有哪些好处呢？第一个是我们只要抽1次血，我就可以使用6到10次。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身体只会比前一天的身体再更差一点，所以今天假如我们的产品可以使用3年，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可以用身体相对比较巅峰的时候的生长因子，这样子的生长因子的状况，其实是比传统的 PRP 来得更加有保障的。PLT 就是一个浓缩版的 PRP， 它可以去促进组织去做再生，有显著的降低发炎反应以及让软组织去修复的一个效果。PLT 其实对于治本上也可以显著的改善病人的问题，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内侧的结构常常不稳定，会造成髌骨外翻的状况更严重。PLT 的治疗可以让内侧副韧带与内侧的一些韧带软组织的结构变得更稳定，降低髌骨外翻的严重程度。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刚开始已经出现了蹲下、站起来、上下楼梯或有轻微的疼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积极的去做介入了。所以要到医师的门诊，或是找专业的治疗师去做评估，来看一下肌力不平衡的状况，然后由医师来去进行评估，看一下你的软骨健康程度、内侧副韧带与外侧结构的健康程度，决定你到底要进行多么积极的治疗。所以呢，防范于未然是让髌骨股骨疼痛症候群进展成髌骨软化症的一个重要的决策。